梅根气得提前返美，满心不甘。时隔4年第一次踏回英国土地，全程没敢公开露一次面，比原定计划早了好几天，就带着俩孩子灰溜溜逃回加州。刚落地就对着身边密友吐露真心话，直言这趟行程让公爵夫人倍感难堪，受尽羞辱，憋了一肚子委屈没处撒。这趟打着祖孙破冰、家庭团圆旗号的返乡之旅，硬生生走成了全方位社死现场。白金汉宫撤了住宿邀请，王室安保申请彻底败诉，连戴安娜娘家都把她拦在祭拜墓地的湖心岛外。从王室核心到外戚旁支，所有人统一口径，保持距离，礼节上给足情面，实质上半分好处都不给，把他俩仅剩的那点王室光环撕得干干净净。很多人刷到消息还在说，不就是一趟私人探亲吗？至于这么大阵仗？讲真，你要是抠完这趟行程的所有细节，就会发现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家庭矛盾，而是哈里·梅根7年脱王生涯里最惨痛的一次现实暴击。梅根回到加州之后，对着朋友哭了好几回，说自己满心善意，主动低头，换来的却是处处防备，层层疏离，满肚子委屈和羞辱。可这份难堪真的是别人给的吗？从他揣着一肚子算计踏上英国土地的那一刻起，结局就已经写好了。先说说梅根这趟到底是抱着什么目的来的？真的是为了陪哈里参加不可征服运动会？真的是为了让孩子见见爷爷？有这部分原因，但绝对不是核心。说白了，这是他精心策划的一场商业回血之旅，算好了要打一套认亲加情怀加人设的组合拳，一箭三雕。第一雕，借着见查尔斯国王的机会，给阿奇和莉莉贝特刷一波王室存在感，坐实俩孩子的王子公主身份，以后不管是接代言还是拿头衔变现，都有新的背书。第二雕，带着孩子祭拜戴安娜墓地，拍点温情素材放进 Netflix 纪念戴安娜去世30周年的纪录片里，打一波戴安娜一姑的情怀牌，给自己洗一洗逼走哈里的负面形象。第三雕，陪着哈里出席伯明翰、伦敦的公开活动，立一个默默支持丈夫的贤妻人设，挽回英国公众的好感。按他的剧本走下来，既能修复和王室的表面关系，又能拿到实打实的商业素材，还能扭转口碑，完美解决当下商业版图全线崩盘的困局。毕竟这几年他俩的日子确实不好过， Netflix 上映合同快到期，平台根本不想续，之前拍的纪录片数据一部比一部差，梅根自己的播客做了没几季就被平台砍掉，生活方式品牌库存堆成山脉不动，连供应链都快断了。哈里跟联合报业的官司打了好几年，这次直接败诉，5000万英镑的诉讼费砸下来，家底都快掏空了。急着找新的流量密码，找新的王室素材续命，才是他们这趟急匆匆回英国的真正原因。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他算好了每一步的收益，却没算到所有人都不配合，每一步计划都被堵得死死的。最先给他们下马威的是白金汉宫。按原本的安排，查尔斯本来给哈里一家留了王室住所的邀请，结果哈里犹犹豫豫，迟迟不答复。等他想通了要住的时候，白金汉宫直接撤回了邀请，理由很简单，回复太晚，安排不过来了。听着是不是像普通的行程失误？根本不是，这就是王室给的第一个明确信号，不是你想来就能来，想住就能住，王室的资源不会永远给你留着。紧接着是第二记重击，哈里打了好几年的安保官司，正式败诉。英国政府明确表态，他已经退出王室高级成员，不再享受纳税人出钱的官方安保待遇，想要武装护卫可以自己掏钱请。这个结果等于直接把他从王室核心成员的名单里彻底划了出去，连最基本的身份待遇都收回了。最让梅根破防的是，他原本计划陪着哈里出席好几场公开活动，堂堂正正在英国公众面前露个脸，结果因为安保问题落实不了，所有公开行程全部取消，整整一趟英国之行，他连一次公开露面都没有，全程躲在幕后，活像个见不得光的隐形人。对他这种靠镜头、靠公众关注度吃饭的人来说，这种待遇本身就是最大的羞辱。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和查尔斯的会面，更是处处透着防备和疏离。查尔斯没有选白金汉宫、温莎城堡这种官方场所，而是把见面地点定在了自己的私人庄园海格罗夫。
见面时长也只有短短1个小时。进门之前先签保密协议，所有人的手机、智能手表、录音设备全部统一寄存，连哈里的随行团队都不准进门，全程就他们夫妻俩加俩孩子。见面的流程也卡得死死的，先是哈里单独和查尔斯聊了会儿父子间的事，再让梅根带着孩子进屋见爷爷。查尔斯陪着孩子逛了逛菜园，吃了点点心，时间一到就结束了。没有官方合影，没有白金汉宫的通稿，没有任何王室层面的背书，连消息都是过了好几天才从第三方渠道露出来的。很多人说查尔斯心软，还是疼小儿子和孙子。没错，77岁身患癌症的老人，好几年没见孙辈，血缘亲情肯定是真的，不然也不会同意见面。可他更是英国国王，在王室利益面前，半分都不会含糊。选私人庄园，短时间会面，不准拍照，不做官宣，所有安排都在传递同一个信号，这是祖父私下见孙子，不是国王接见王室成员，是私人情分，不是官方和解。他太清楚这夫妻俩的路数了，但凡敢放出一张官方全家福，第2天就能被他们拿去当商业素材，对外吹成王室正式和解，转头就能变现。所以温情给够，底线卡死，半分可乘之机都不留。卡米拉全程在场盯着，更是把防泄密3个字写在了脸上，梅根连提条件的机会都没有。更冷的是威廉的态度，整整一趟行程，威廉带着凯特该出席活动出席活动，该打马球打马球，连面都没露一下，连一句问候都没有。不光威廉，王室其他成员也像约好了一样集体静默。哈里的亲小叔小婶，也就是爱丁堡公爵一家，避而不见。姑妈安妮公主全程没露面，就连自身难保的安德鲁王子都没出来凑这个热闹。说白了，整个王室达成了默契，不撕破脸，不打交道，不给热度。这种冷暴力比公开骂一顿杀伤力还大，等于明明白白告诉所有人，他俩已经不是王室圈子里的人了。如果说王室的冷遇还在梅根的预料之内，那戴安娜娘家的操作就是直接戳碎了她最后一点侥幸。因为白金汉宫撤了住宿邀请，哈里梅根没地方落脚，只能去奥尔索普庄园借住，也就是戴安娜的弟弟查尔斯·斯宾塞伯爵的地盘，哈里的亲舅舅家。梅根本来还想着，王室不认我就算了，戴安娜的娘家总该是自己人吧，毕竟哈里是戴安娜的亲儿子，俩孩子是戴安娜的亲孙子孙女，总不能也冷着他们。结果现实给了他狠狠一巴掌。斯宾塞伯爵确实同意他们入住了，但也仅仅是同意入住而已。全程斯宾塞几乎没露面，更别说设宴招待、陪着聊天了。斯宾塞家的晚辈，也就是哈里的表弟表妹们，没有一个过来探望远道而来的表亲和侄子侄女。威廉凯特更是直接绕路，连奥尔索普庄园的边都不碰。说白了，人家就是出于最基本的血缘情面，给你个地方住，仅此而已，没把你当家人，更没打算跟你有什么深度牵扯。最致命的一击出在祭拜戴安娜这件事上。梅根早就盯上了这个素材，提前好久就跟斯宾塞提了，说这次想带着摄制团队进庄园，拍2个孩子祭拜戴安娜墓地的画面，放进 Netflix 纪念戴安娜去世30周年的纪录片里。在他看来，这简直是天衣无缝的计划，孩子给奶奶上坟，温情又有话题，既能赚足观众的眼泪，又能给自己立一个传承戴安娜精神的人设，顺便给纪录片拉满热度，百利而无一害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斯宾塞直接一口回绝，甚至私下里震惊地反问：“这是开玩笑吗？”对斯宾塞来说，戴安娜是他的亲姐姐，是家族里最珍贵的记忆，不是可以拿来反复消费的商业 IP。当年戴安娜去世，已经被媒体扒得一干二净，他不想姐姐去世这么多年，还要被拉到镜头前，被剪进商业纪录片里当卖点，被侄媳妇拿来给自己的生意站台。更让梅根难堪的还在后面，斯宾塞同意哈里带着阿奇和莉莉贝特私下祭拜戴安娜，但提了3个死规矩。第一，不准带任何拍摄人员，全程不准拍照录像。第二，庄园安保全程在场盯着，杜绝任何偷拍可能。第三，梅根本人不准踏上墓地所在的湖心岛一步。孩子可以去，
孩子爸爸可以去，唯独孩子妈妈不行。这个区别对待，比直接骂他一顿还伤人。等于斯宾塞明明白白地划了线，我们接纳的是哈里和戴安娜的孙子孙女，你梅根是彻头彻尾的外人，没资格参与我们家族最私密的悼念仪式。对一向好胜、自尊心极强的梅根来说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王室不认她也就算了，连戴安娜的娘家都把她挡在门外，连祭拜婆婆的资格都不给她，等于直接否定了她作为哈里妻子、戴安娜儿媳的身份。这也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她根本待不下去了，特意选了凌晨媒体换班的时间，带着2个孩子悄悄从庄园出发，直奔希斯罗机场的私人航站楼，连公开道别都不敢，灰溜溜地飞回了加州，只留下哈里一个人在英国处理官司的烂摊子。很多人会奇怪，斯宾塞为什么对梅根这么大的敌意？真的只是因为拍纪录片的事吗？当然不是，这份戒备早就攒了快10年了。早在哈里和梅根结婚之前，斯宾塞就3次劝过哈里，让他慎重考虑这段婚姻。他和戴安娜的2个姐妹都觉得，梅根的性格、品性跟戴安娜完全不一样，太看重名利，太擅长炒作，根本融入不了王室，也不是真心想跟哈里安稳过日子。当时哈里被爱情冲昏了头，根本听不进去。真正让斯宾塞彻底疏远他们的，是2021年的奥普拉专访。那次访谈里，哈里梅根把王室的家务事全抖了出来，控诉王室种族歧视、精神压迫，把整个温莎家族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在斯宾塞这些传统贵族眼里，家丑不可外扬是底线，把家族内部矛盾拿到全球观众面前卖惨赚钱，是非常不体面也非常伤人的操作。从那之后，斯宾塞就很少跟哈里联系了。他清楚，这夫妻俩已经把流量和利益放在了亲情前面，连王室的隐私都能卖，哪天说不定就拿戴安娜的隐私赚钱。所以这次梅根提出要拍祭拜素材，他才会反应这么大，直接连岛都不让他上，从根源上杜绝所有被消费的可能。更讽刺的是，哈里梅根在英国能落脚的地方，居然只剩戴安娜娘家这一处了。王室的住所住不了，酒店住又怕不安全，没面子，翻来覆去只能找舅舅帮忙。可见他俩在英国的人脉早就败得差不多了。哈里这边的处境也没好到哪里去。他这次回英国，本来想借着不可征服运动会的由头，刷一波正面好感，毕竟这是他当年一手创办的慈善项目，是他为数不多的口碑底牌。结果呢，全程的新闻焦点全是安保纠纷、住宿被拒、官司败诉，根本没人关注运动会本身。他的正面人设没立起来，反而又添了一堆负面新闻。官司输了要赔5000万英镑，安保诉求彻底泡汤，跟威廉的关系没有半分缓和，连父亲的面也只见了短短1个小时，什么实质好处都没捞着。更尴尬的是，他现在在英国的媒体关注度，连13岁的侄子乔治都比不过。当年他还跟朋友打赌，说乔治至少要18年才能盖过他的风头，结果才13年，他就已经被这个当年抱在怀里的小侄子挤到了新闻边角料里。现在英国王室的头版头条，不是乔治温网亮相气场全开，就是夏洛特公主又有什么可爱瞬间，再不然就是威廉凯特出席公务，根本没他什么位置。可就算混成这样，他回了加州还是嘴硬，在自己的播客里高调强调自己永远是英格兰王子，阿奇和莉莉贝特有王位继承权，顺位排第5、第6、第7，谁也否认不了。听着很硬气，实则全是虚张声势，越缺什么才越要反复强调什么。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离开了王子这个头衔，离开了王室这个大 IP， 他在加州的名利场上什么都不是。当年喊着要追求自由，要脱离王室牢笼的是他，现在死死咬着头衔不放，天天把继承权挂在嘴边的也是他。他总觉得自己是王室的备胎，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可他从来没认真想过，王室的每一份特权背后都绑着对应的责任。威廉要守着王室的规矩，要承担全国的公务，要为君主制的未来负责。这些责任他当年不想担，现在更担不起，只想拿好处，不想担责任。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说白了，他就是被夹在中间，两头摇摆。
一边舍不得美国的自由和流量快钱，一边放不下王室的特权和身份光环，一边想跟父亲修复关系，一边又被梅根推着要好处、争权益，活成了最拧巴的样子。看到这里，你应该明白了，这趟行程之所以全线崩盘，根本不是谁刻意针对他们，而是他们和整个英国传统圈层从根上就存在认知差。哈里·梅根一直活在流量逻辑里，觉得话题度就是硬通货，只要我有热度，能操控舆论，就能反过来逼王室妥协，就能随时拿着筹码回来谈条件。他们把王室当成了流量素材库，把亲情当成了变现工具，觉得只要自己递个台阶，王室就得配合着演戏，毕竟他们也能给王室带热度。可不管是英国王室，还是斯宾塞家族，玩的都是传承了几百年的体系逻辑。他们在乎的从来不是短期的流量热度，而是整个家族的声誉、制度的稳定、代代相传的体面。对他们来说，哈里·梅根那点话题度根本不是加分项，是麻烦，是会侵蚀王室公信力的负面资产。这就好比一家百年老字号的家族企业，哈里是旁支少爷，带着媳妇主动离职了，转头就把公司的内部八卦、高层隐私写成书，拍成纪录片，卖得盆满钵满，还对着外界骂公司古板、压榨员工。等钱快花完了，生意做不下去了，又带着孩子回来，说自己是家族成员，要让孩子认祖归宗，想蹭公司的品牌给自己的小生意站台，还想让公司给他配保镖、留办公室。公司现任老板是他亲爹，念着祖孙情分，私下请吃了一顿家常饭，见了见孙子，但是明确说了不准拍照，不准对外宣传，就是怕他转头拿去打广告，坏了公司的招牌。公司未来的接班人是他亲哥，因为之前被他骂过，连嫂子都被他编排过，直接连面都不见。毕竟被判过一次的人，没人敢再信任，就连老板的小舅子，也就是他亲舅舅，都看不惯他的做法，允许他在家住一晚，但是不准碰他亲姐姐的遗物拍广告，连家里最核心的祭祖仪式都不让他媳妇参加。你说这是公司欺负人吗？是亲戚不近人情吗？换作是你，你会给一个掀过公司桌子、卖过公司秘密的人开后门吗？王室已经给足了情面，没有公开撕破脸，没有放狠话指责，只是默默收回了所有核心资源，关上了所有能让他们蹭热度的口子。礼节上的尊重一分不少，实质的利益半分不给，这才是传统体系对付流量投机者最狠的手段。更扎心的是，他俩至今都没搞清楚一件事，现在是他们更需要王室，不是王室更需要他们。王室这边，威廉·凯特稳扎稳打，口碑一路走高，乔治、夏洛特、路易3个孩子慢慢长大，下一代继承人的形象立得稳稳的，整个王室的传承脉络清晰得很，根本不需要靠他俩的话题度刷存在感。哪怕查尔斯身体不好，有威廉·凯特扛着，有乔治接着，王室的根基稳得很。可哈里·梅根呢？他们所有的商业价值、身份光环、话题热度，全都是绑定在王室成员这个身份上的。一旦彻底跟王室断了联系，没人再关注他们跟王室的恩怨，他们就成了普通的美国网红，很快就会被观众遗忘，商业价值直接归零。所以他们才会一次次试探，一次次往王室跟前凑，哪怕受冷遇、被嘲讽，也要想办法蹭上一点王室的热度。毕竟只要还能跟王室扯上关系，他们的故事就还有人看，他们的头衔就还有人买单。可试探的结果一次比一次惨淡。第一次回来，只能参加女王葬礼，全程边缘化；第二次回来，只能见查尔斯1个小时，连白金汉宫的门都进不去。现在连戴安娜娘家都把他们往外推，等于英国的2个核心圈层都已经把他们排除在外了。梅根觉得委屈，觉得自己主动低头了却没换来善待，可他忘了，信任这东西，毁掉只需要几句话，重建却要花好几年，甚至一辈子。你当初掀桌子的时候有多潇洒，现在想回头就有多难。其实这场闹了7年的拖王大戏，走到今天已经结局明朗了。哈里·梅根想要的随时退出、随时回来两头站立的路，早就被堵死了。流量喧嚣撑不起身份的重量，血缘情面抵不过信任的崩塌。靠消费家族隐私赚来的快钱，总有花完的一天；
靠叛逆人设攒来的流量，总有退潮的一天。真正能撑得起一个人身份的，从来不是头衔有多尊贵，而是你有没有守住对应的责任和底线。真正能让一个家族接纳你的，从来不是嫁进来的身份，而是你有没有守住家族的体面和规矩。梅根总觉得王室让她窒息，规矩太多束缚了她的自由，可她从来没明白过，王冠之下从来没有无拘无束的自由，所有的特权都标好了价格，你不想付代价，就别想拿好处。哈利总觉得自己是受害者，是王室的备胎，可他也没明白，离开平台的光环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他亲手烧掉了回家的桥，现在又抱怨河对岸的人不给他递梯子，本身就是个笑话。现在的他们，就像站在王室大门外的旁观者，隔着一道门看着里面的人按部就班的生活传承，明明有着血缘的牵扯，却再也融不进去。想留，没资格；想走，又舍不得里面的光环，只能在门外反复徘徊，靠着偶尔从门缝里露出来的一点消息，炒一炒冷饭，维持着仅剩的一点关注度。这趟凌晨逃离的英国之行，不是破冰的开始，而是边缘化的实锤。以后他们再想踏回英国的圈子，只会越来越难。曾经金光闪闪的王室身份，终究被他们自己活成了一块食之无味、弃之可惜的鸡肋。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别忘记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